这是解锁的状态，这是它锁车的状态。在行驶了97408公里后，它的右后门把手就再也无法在锁车后正常的收回了。直到如今呢，这个车的右后门把手仍然倔强的支棱在外边，已然成为我们长测组的笑柄与烂梗了。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车横评真10万公里长测》第3季，我是小胡同学。他在新车未上牌就迎来了第一个故障。没任何提示，我仪表上也没找到。在完成10万公里大考后呢，又迎来第7个故障，可谓是有头有尾，那相当圆满啊。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非凡 R7。本次呢，我们购买的非凡 R7是指导价为31.99万元的2023款长续平霸 Pro 版。当时呢，提车是有4.5万元的现金优惠，落地价格超过了28万。如今2024款车型的指导价已经降到了18到23万元这个区间啊，并且网传我们这款车在上海的4S店甚至能做到5折出售。虽然说亏本买车是我们节目组的传统异能，但是不到1年亏了近1半这个比例，我们真的也是头一次见。这10万块没了。更让我们崩溃的是啊，在这个租车平台上，比亚迪的秦 Plus 都比它贵。如今呢，眼前这辆非凡 R7已经完成了10万公里长测。那咱们今天呢，就来一起看看这个销量一直不咋地的非凡 R7究竟是产品力不行，还是说营销没做好 ？OK， 那咱们话不多说，汇报这就开始。按照老规矩啊，新车到手的第一件事呢，就是2项空气质量检测。非凡 R7在去检测的路上就迎来了自己的第1个故障。车辆在没有任何文字和标识提示的情况下，持续输出警报音效。我们再三确认了车门以及尾门的关闭、安全带和其他座椅是否有物品啊，甚至锁车重新上电，都没有能解决。管不了那么多啊，让我们先把它推进我们的环境舱，接受2项空气质量检测。在这儿呢，也给新的观众科普一下，我们的2项空气质量检测啊，分别为国标和 ISO 2种。前者为常温状态下静置16个小时，随后测得车内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含量。它模拟的是头一天晚上停好车，咱们第2天再拉门上车的这个情况。ISO 标准则是模拟车辆在长时间停放、阳光直射后车内的空气状况。当然由于不同颜色的车漆和内饰都会让车辆的升温不统一，因此呢 ，ISO 并没有像国标测试那样有明确的一个推荐值。但小伙伴们不用担心我们所有测过的车型的数据都在。所以即便是没有明确的推荐数值，我们照样能够通过对比之前的参测车型看看是喜是忧。先来看国标成绩，在这项测试中，非凡 R7的5本3全成绩均没有超出国标的推荐值范畴，属于无惊无喜，咱们合格上岸。不过在接下来的 ISO 空气质量检测中，非凡 R7的表现可以说是又惊又喜。咱们先说喜的。常温以及高温 TVOC 的成绩均排在了我们整季参测车型中的第1名与此同时，乙醛以及苯的系数量分别为 0.053 和 0.0038 毫克每立方米，排名第2。再说精的，非凡 R7的苯乙烯和甲醛这2项的系数量分别为 0.0081 和 0.0684 毫克每立方米。单论这2项成绩均排在第3季全部参测车型中的倒数第2。如果说您已经是非凡的车主，建议您在车辆经过阳光的暴晒后，咱们先开窗通风，再使用车辆。当非凡接受完我们的高温检测后，它应该是被热晕了，因为它的左后视镜突然就不折叠了。那新车直接给我们来了2个故障，确实挺非凡的。而且别着急，后面还有。大家都知道我们全程都使用国网充电桩进行补能。
可以看出其10万公里的总电费接近3万元，共计充电419次。那可以看出，平均电耗与官方标称的100公里平均电耗15.5度的差距呢，还是比较大的。这样，经过计算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算得非凡 R7的每公里电费为2毛9。这个成绩啊，与我们之前测试的广汽埃安 S Plus 70智驾版的能耗表现相当接近。另外，我们还记录了非凡 R7前5万和后5万公里平均电耗的一个变化。那前5万公里测试时呢，是从去年的4月份开始的，经历了春夏2季，平均电耗为19.2度每100公里。那后5万公里呢，则是在秋冬2季，并且呢，在去年12月刚入冬的时间跑完了10万公里，平均电耗呢为21.27度每100公里。可以看到，随着温度的下降，电耗呢也随之提高。但是啊，冬夏的电耗浮动呢还是比较小的，从数据看是相对接近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测试呢并没有经过完整的冬季。如果经过整个冬天的测试呢，平均电耗大概率还会有所增加的。接下来我们进入保养环节。非凡 R7在10万公里中呢，共计保养了10次。除了在6万5千公里时换了1次空调滤芯，在7万5千公里时换了1次冷却液和电驱动单元油外啊，其余每次呢只有240元的基础检查费用。而就在8万5千公里做基础保养检查时啊，店里的工作人员告知我们，目前呢非凡 R7车型有一个冬季免费检查的服务，也就是说我们说的那个240元的基础检查费用可以不用再花了。冬季免费检测是不收钱的。冬季免费检测都包括，就包括胎压、底盘、灯光、油液面乱七八糟的检查，有人保养项目所处理了。这个消息啊，着实令我们欣喜不已。毕竟啊，我们总当冤种，得个便宜那实属不易。参加一个了，参加一个了，7500008个。那个应该是我钱的。他是跟他说我春节我们就一般做了检测就说啊，相当于跟我保养一样，我们就不收钱了。在维保中心的系统中呢，发现我们这辆非凡 R7在上次7万5千公里保养时啊，已经将这个冬季免费检查的权益给用完了。那所有店都有吗？这好像也没刚才说。我们上一次的保养检查呢，是在北京的另外一家维保中心进行的。他们不但没有告知我们冬季免费检查这项服务，同时呢还收取了我们240元的工时费，直接给我们玩了个瞒天过海呀！幸亏啊，我们暗度陈仓，在另外一家维保中心得知了这个消息。因为保养那边春节了，我们一般就不挣商务钱，咱们商务还挣人挣人。10万我们都亏了，会在乎这240吗？当然不会了，我必须给他记小本本上。因为 4S 店的隐瞒操作，所以呢，最终非凡 R7在行驶了10万公里的保养总花费就来到了3674元，平均每1万公里的保养花费为367.4元。但其实它可以更低的。可以看出啊，新能源车在保养上的花费真的是大幅度的低于同价位的燃油车，所以啊，新能源车企在车辆的设计上做了很多手脚，让很多曾经以为在各种2类、3类修理厂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呢，都必须回到品牌的维保中心。就比如我们本季的另外一个品牌的车型啊，连换刹车油都需要连接 4S 店的电脑进行品牌专用的软件检测。这类方法呢，虽然保证了车企的利润，却为车辆的后续使用带来了麻烦。尤其是当你所在的城市维保中心从多家变为2家之后，就比如非凡，那保养就会变得非常的麻烦。吐槽了那么多，其实接下来才是大伙儿最关心的。OK， 我们现在进入故障汇报环节。第一个问题啊，我们在 VOC 空气质量检测环节呢，已经和大伙儿提到了。没任何提示，我仪表上也没找到。对此呢，我们直接拨打了非凡的客服电话。您好，先生，请问帮您查询一下保养参与者范本。看一下您这个就是说车辆的雷达或者摄像头上面有粘连什么物体吗？它有没有任何的这个，比如说树叶啊或者什么脏东西粘连在上面，导致它会有这个提示音的产生？应该没有，因为当时出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是已经就是全都新洗的车。
所以呢，非凡客服对这个故障的原因呢，推测显然是不成立的。好在这个问题呢，只是偶发现象，之后呢，并没有再出现。另外，左后视镜无法折叠的故障也在之后莫名的自愈了，而它的下一个问题呢，也并没有让我们等太久。在我们首保过去没多久的一次正常的城市道路拍摄中啊，突然后备箱它就关不上了。当然，这种情况对于我们而言呢，也是见怪不怪了。拿出屡试不爽的新能源车应急神技，下电重启，这辆车就恢复了正常。最后呢，我们的测试人员又在驾驶中发现了非凡 R7的大连屏啊。首先，它的位置相对低，而且上扬的角度呢又有点大，那会导致呢你在行驶中这个屏幕和副驾屏会有一个明显的反光现象。这个呢就是典型的设计影响实用啊。随后呢，我们与非凡 R7度过了一段岁月静好的时光。直到6万公里时，我们发现中央扶手区这一块功能触摸屏啊，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磨痕。因为我们正常开车的时候呢，手肘会经常放在这儿休息，而钢琴烤漆呢又十分的不耐磨。显然啊，这是一处不太合理的设计。24款之后已经取消了这个设计，所以新车主啊已经不需要再去顾虑这个问题了。在7万公里时啊，非凡 R7的方向盘出现了明显的褶皱，而且中部呢有明显的裂痕，非常的影响手感。但说到这个问题啊，其实在5万公里的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随着时间和公里数的增加，这个现象越来越严重。随后呢，我们把这个问题反馈给维保中心，他们表示啊，这个确实是属于质量问题啊，于是给我们走质保换了一个。那换完之后，到9万公里时呢，方向盘的内部又出现了明显的裂痕。紧接着92064公里，我们在一次正常的倒车中发现了倒车影像没了。好，倒车。于是呢，我们又将档位切回到 P 档，再重新挂入倒档，几次尝试，问题依旧。最后啊，不得不再次祭出下电神技，故障得以消除。虽然这个属于偶发现象，但咱就是说，这个软件系统的稳定性是不是应该提高一下啊？97408公里，非凡 R7的右后门把手在锁车后无法正常的收回，直到最后性能测试啊，这个右后门把手依然倔强的支棱在外边。与此同时呢，这辆车在临近10万公里测试结束前啊，我们发现车内的左右两侧的 A 柱饰板啊有不同程度的变形，这种情况啊，在我们之前测试的众多车型中呢，还是属于头一次出现。最后啊，就是车辆在临近大考之前，非凡 R7在正常的行驶中，中控车机突然黑屏了，但是语音功能呢，此时都能够正常的使用。我在打开主屏幕，主驾屏已经是打开状态了。好吧，我们又再一次拿出了绝学下电重启，但这一次失败了。在停车下电、静置等待、重启之后呢，问题依旧没有解决。直到车辆静置了一夜，第二天我们上车重新启动车辆，中控屏才恢复正常。10万公里彻底结束，非凡 R7就这样支棱着它的门把手来到了一车金港赛道，接受最后一次的性能测试。汇报完故障，最后呢，我们再聊聊它的性能表现。我们买的这台非凡 R7是官称5.8秒破百的单电机后驱版本。虽然我们买车以前呢，很多时候都直接上顶配，但是23款官称3.8秒破百的4驱版双电机车型啊，因为销量太过惨淡了，我们就选择了销量相对不错的后驱单电机版本。买了4驱双电机的兄弟们啊，也别难过，因为24年改款啊，直接把这个4驱双电机版给删除了，你们那个可就是个绝版的车型了。那感觉说完更难过了呢。那在我们的64实测中啊，非凡 R7的新车100公里加速最快用时为5.97秒，比官方标称的5.8秒呢慢了0.2秒左右。在行驶到了5万公里且换上了新轮胎后，加速成绩呢终于接近了官称的数值，最快用时为5.85秒。10万公里测试时呢，成绩为5.93秒。整体来看，非凡 R7的加速性能并没有因为里程增加而出现衰减，和车机与方向盘相比呢，是相当稳定的。
制动方面，新车100公里每小时的刹停最短制动距离为36.32米，10次的制动平均距离为36.8米。5万公里后，它的最短和平均制动距离表现依旧非常的稳定，分别是36.11米和36.73米。10万公里后，非凡 R7 的最短制动距离稍微有缩短为35.89米，平均制动距离呢为36.27米。新车5万以及10万公里的3次制动测试车辆的制动系统表现非常稳定，非凡 R7 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热衰现象。同时呢，3次时间点的测试数值也都在正常的波动范围区间内。非凡 R7 在新车时速50、80和120公里每小时的车内噪音值分别是56.7、61.7和66.7分贝。5万和10万公里的噪音数据已经给大伙打在公屏上了。唯一欣慰的是就是数值波动极小，并没有因为里程上升而噪音也变得越来越大。接下来是车身覆盖件间隙面差，那这项数据呢，在新车状态时可以侧面反映出一部车的制造工艺一致性。非凡 R7 的新车左右覆盖件间隙面平均差值呢，达到了0.567毫米排名处在整季参测车型中的倒数。这个成绩甚至比我们之前测试的50空光 S 的0.429毫米的成绩还要差。要知道，非凡 R7 的售价可以买近6辆50空光 S 了。在行驶到了5万公里后，左右平均的行变量达到了左侧0.398毫米和右侧的0.397毫米。同为上汽旗下的新能源品牌，智己 R7 在5万公里的行变量只有0.1几几。虽然智己 R7 要比非凡 R7 贵上不少，但都是自己的孩子，怎么能一个喝奶一个看着呢？那到了10万公里后，非凡 R7 的左右两侧的平均行变量就分别增加到了0.452毫米和0.401毫米。在这里也要再次重申，我们真10万公里长测的路况是分别有高速、城市道路、山路以及低强度的非铺装路况。在合理的公里数配比以及速度配比下进行测试，那目的呢就是更贴近现实中的用车场景。我们购买的每款车也都会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测试。非凡 R7 在10万公里下出现的这些外观覆盖件的形变在我们整个节目中实属罕见。其实非凡 R7 在整个10万公里的表现是比较中规中矩的，并没有出现严重的问题，比那些电池或传动出现故障将司机撂在路上的车要安心不少。但车机黑屏、方向盘磨损、后备箱无法关闭等这些扰人的小毛病也实打实的出现在了我们这次的测试当中。而维保中心的减少与服务问题又让这些小毛病被放大了。ISO 标准下甲醛的高析出量，加上我们几个月就亏掉的10万块钱，更是让我们心痛，肺也痛。好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小吴同学，咱们下期再见。